他一生为官清廉，却拥有万贯家财，他就是张廷玉。乾隆弘历坐上皇位后，大力整治贪污。张廷玉受亲家朱权的牵连，被乾隆抄查，现银数额大得惊人。张廷玉被抄出多少银子？这些银子都来自哪里？今天呢，来给大家讲讲家财万贯的清官张廷玉。公元1735年，58岁的雍正驾崩，四子弘历继承皇位。乾隆一上台就给贪官污吏来了一个下马威，他开始狠抓反腐倡廉的工作。根据清朝制度，对官员贪腐有一个标准的量刑，只要贪腐超过1000两银子，就会掉脑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好几个地方的督府被查出贪污的数量达到数千两银子，直接被处以斩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有特殊情况，不一定死按这个标准。乾隆之后的皇帝放松了这个量刑，地方官员贪污达到1万两的银子，才会被处以斩首的刑罚。贪污1万两以下的，则被处以贬官流放。官员贪污没贪污是需要证据的，如果没有实证，很难查实他们的具体财产。但是在抄家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从金钱的数量就可以说明一切。无论是朝廷上被重用的大臣，还是在地方的巡抚和封疆大吏，他们家中的钱财都不可能超过上10万两的现银。但是有一个人就是其中的例外，他就是3朝元老张廷玉。公元1750年，乾隆抄了张廷玉的家，抄出银子的数量简直让人吃惊，足足有36.2万两之多的现银。一个清廉官吏为何会有这么多现银？张廷玉在清朝是唯一一个死后配享太庙的汉臣，非常的奇怪。但这些钱的来路非常正，乾隆也就没有就此认为张廷玉是一个贪官。那么问题来了，乾隆因为何事要抄一个清官的家呢？张廷玉在清朝可谓是德高望重，他经历了3代皇帝，而且都在清朝任高官。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满人皇帝，张廷玉一个汉人能被3代皇帝重用，不是一般的厉害。在大清可能也就他一个，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务上任军机大臣，在官员任免考核上官至吏部尚书，还被封爵晋升为3等伯爵，可见皇帝对他的重视。张廷玉在雍正年间得到的恩宠是最高的，如果张廷玉是满人，雍正都巴不得封他为异姓王，这是真爱啊！乾隆弘历继承大统后，大清的朝廷上有2方势力斗得很厉害，就是3朝重臣张廷玉和清朝名臣鄂尔泰2人。朝中逐渐分为2党，以张廷玉为首的张党和以鄂尔泰为首的鄂党，他们事事针锋相对，也形成了满汉对立的局面。2人在朝中势力庞大。乾隆皇帝刚继承皇位，根基还不是很稳，在政务上不得不依赖张鄂2人。一开始还好，但是时间一长，乾隆就对他们产生了不满。公元1745年，就在张廷玉被抄家的前5年，大臣鄂尔泰病逝，他也算得到了善终，保住了晚节。清朝名臣鄂尔泰去世后，乾隆为何性情大变？乾隆趁着鄂尔泰去世，顺势掌握大权。从这一年开始，无论是性格还是处理政事的风格，乾隆都发生180度的改变。导致乾隆大变的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一年孝贤皇后富察氏去世了，她是乾隆最爱的女人。皇后去世后，乾隆经常精神恍惚，夜不能寐。乾隆受到不小的打击，
他一改之前的作风，很大一批官员因此遭了罪。73岁的老臣张廷玉看出了端倪，也很有自知之明，主动向乾隆辞官告老还乡。但是张廷玉非常傲娇，也爱惜自己的面子，他对乾隆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竟然要皇帝公开在朝堂上表态，要乾隆遵守先帝雍正的遗诏，允许张廷玉配享太庙。这件事情引起乾隆的极度不满。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经过张廷玉这番操作后，配享太庙这事儿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张廷玉之后犯的错误，乾隆直接大发雷霆，下旨剥夺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荣誉，还时不时嘲讽这个老臣。他辞官返乡的事情也被搁置。公元1750年，已经是5年后，张廷玉才得告老还乡，但他多年建立起来的官声政绩被乾隆一笔抹杀。事情到这儿还没有结束，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再恩宠张廷玉，但现在龙椅上的皇帝是乾隆啊，就算再不公，张廷玉也没有任何办法。张廷玉到这儿还不算悲惨，这一年张廷玉格外的倒霉，得罪了乾隆，自己的亲家也出了事儿。亲家为官犯下重罪，被乾隆处置后，还牵连到在乡的张廷玉。乾隆抓住张廷玉的把柄后，想要处置他。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乾隆再不满张廷玉，也仅限于嘲讽戏弄他，难听的话说了不少，并没有治罪于张廷玉。可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四方来。这亲家把张廷玉害惨了，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乾隆立刻下旨，命大臣带人去张府查抄张廷玉的府邸。乾隆大发阵仗，抄查官员的家竟然发动了几百人。这些人将张府团团包围，迅速展开搜查。张府在京城非常的大，是雍正皇帝赐给张廷玉的。在府邸中翻箱倒柜的士兵很快就搜出36万余两的现银，府中应该四处堆满了银子。除此之外，还查抄出很多古玩字画。一个官员在京城的府邸就有如此之多的现银，如果是贪污得来，应该要死个几回。一生清廉的张廷玉，他的万贯家产从何而来？乾隆抄查张廷玉的家，不是单纯的不满，也不是一定要抓住证据治他的罪。其实另有原因。因为乾隆知道张廷玉不是一个贪官，如果乾隆想治谁的罪，无论是谁，只要一道旨下去，别说张廷玉了，没人可以逃脱乾隆的手掌心儿。乾隆借着亲家朱权抄查张廷玉的家，主要是想看一看这位三朝元老对他对朝廷是否忠心耿耿。他命抄查的大臣索绰洛德宝重点查看张廷玉的书籍、书信和诗文，看看有没有诋毁自己的文字。张廷玉为官清廉，而且非常的谨慎。他是一个文人，诗兴大发的时候会记录下自己的感悟，家中有不少的诗文。尽管索绰洛德宝再仔细的查看，也没有查出一个诋毁乾隆的文字。索绰洛德宝还在乾隆面前帮张廷玉说好话，禀明皇帝真相。在张廷玉的上百封书信中，没有一字一句涉及到朝堂政事，真不愧是经历3朝的元老。朝廷没有查出任何证据，就下旨抄了朝廷官员的家，皇帝在面子上也过不去。于是乾隆又下了一道圣旨，他让索绰洛德宝将雍正年间和康熙年间赐给张廷玉的财物全部收缴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张廷玉府邸中的36万余两的现银到底从何而来呢？他的巨额家产
不是一个官员正常情况下拥有的。如果是一个贪官，要有多贪才能达到这个数额？但张廷玉不是一个贪官，他的巨额家产大部分都是雍正皇帝赐给他的，每一笔钱都是有依据的。雍正年间，张廷玉被赏赐了7次，每一次赏赐的数额都是数万两，最少的赏赐是在乾隆年间，就是张廷玉告老还乡的那一次，赐了他2万两现银。还有一个原因，张廷玉的父亲张英也是清朝的官员，张廷玉也就是官二代，他自己为官多年，又受到重用，除了为官的俸禄，皇帝赏赐的非常多，家产万贯十分正常。乾隆抄查完张廷玉的府邸之后，也很知趣儿，虽然很不满这个老臣，但是没有平白无故的给张廷玉冠以贪官的罪名，为了自己的面子，只是收回先帝赐予他的银两，剩下的原封不动返还给了张家，最后以进缴颁赐诸物为名，将此事平息了。张廷玉告老还乡后，公元1755年在家中病逝，享年84岁。在他去世之后，乾隆也遵从了雍正的遗诏，让张廷玉配享太庙。